人活于世，免不了人情，人情复杂了，就成了世故。被挫败，丧失目标；被诱惑，麻木不仁；被摆布，失去棱角；被打击，遍体鳞伤。不做别人的木偶，练达自己的人情。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良知，老梁带你一起解读成年人的游戏规则。著名的作家海明威有那么一句话，叫人用2年时间学会说话，却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学会闭嘴。我估计这句话呀，对于有一定生活阅历的朋友来说呀，您一定会体会比较深。你像以前曾经有一个类似开玩笑的一种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说人这一辈子的成长过程啊，其实都和这个撒尿说话有关。说你很小的时候，小孩憋不住尿也憋不住话，到了成长的一定程度，能憋住尿了，但是憋不住话，年轻鲁莽。等人到中年了，既能憋住尿又能憋住话，到岁数大了，七老八十了，话是能憋住了，尿又憋不住了。所以你看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呢？就说人一辈子的成长过程和你控制自己说话有直接关系。一个很成熟的人，有城府的人，他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讲话，什么时候要闭嘴的。前面咱们说海明威说了，2年时间学会说话，用一辈子时间学会闭嘴。这个闭嘴有的时候啊，比张嘴说话还要重要。大家也都明白这道理，说言多必失，你说多了你肯定容易出问题，容易被对方抓住把柄，抓住漏洞，进而攻击你，甚至成为你因言获罪的一个证据。那么这一点呢，跟现实生活有的时候是矛盾的，就是我们在不该说话的时候，那很容易能管住自己，那不该你说话你就闭嘴呗，不用硬往上上吗？可是呢，该你说话的时候，你怎么学会闭嘴？就这个事情你还需要你发言，需要你表态，但是在什么时候停下来，什么时候闭嘴，这是人生的一大学问。今天咱们这期良知呢，就给大伙说说在成年人的游戏规则里面，什么时候闭嘴，这个节奏，这个关窍到底在哪？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学着说话，却用一生的时间又学着闭嘴。言多必失的道理谁都懂，可真到事上却管不好这张嘴。这不，赢得一个展现自己优点的机会，没成想却说个滔滔不绝，到头来连自己的缺点都暴露无遗。朋友让你指教指教，谁知道却没完没了的指手画脚，到最后朋友当不成，反而被拉黑取关。自己过得春风得意也罢，非要劝他个没日没夜，让寒风失意的小伙伴情何以堪？人间不拆的道理还没学会，却精通喜大普奔的必杀技，无奈也只能送上一句和气聊。本期良知为控制不住自己那张嘴的你立个规矩，管好你的那张嘴。我给大伙说4种情况，是你在该说话的时候必须要闭嘴的时候。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展示自我的时候要学会闭嘴。有人一听这个觉得不对，你展示自我你当然得说了啊，我的能耐什么样，我如何如何什么，你怎么能闭嘴呢？而且就闭嘴得在什么时候闭嘴，总得展示完吧？不一定。为什么展示自我的时候你要学会闭嘴呢？就本来你展示的是自己的优点，你想把好的一面给大伙看，可是你说着说着说着，你可能认为好的地方，别人认为恰恰是缺点，你也可能说到得意的地方呢，把你的弱点暴露出来。所以就是你要在什么时候学会闭嘴，这对展示自我太重要了。以前的古希腊有一个大学问家苏格拉底，他呢对外呢招收学生，有的人到他这儿呢就等于说你能收我当徒弟吗？苏格拉底就要跟人聊你什么样啊？你以前学了什么呀？你的状态啊？你对知识的认知啊？其中就有一个学生在他面前滔滔不绝地讲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对老师你的了解，我对哲学的理解，我对什么这学问那学问理解，讲没完。结果这时候呢，苏格拉底对他做了一个手势，一边呢把嘴捂上了，另外一边呢伸出这个手指头来，2个手指头。人说是干嘛？胜利了？不是。苏格拉底告诉他，你现在马上闭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
我收你当徒弟没问题，我要收你2倍的学费。这说为什么呀？你收我2倍学费啊？苏拉里说，我不光得教会你怎么说话，我还得教会你怎么闭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就你滔滔不绝的讲这东西，恰恰暴露了你一些浅白无知。你认为你是在炫耀你对世界的理解，但是在真正的老师面前，你的理解太肤浅了，反而把你心底一些不好的东西都给暴露出来。说这种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非常常见。你比方说有这样一个事，就是一个公司招聘，我曾经问过就是这个搞人力资源的，我说你招聘的时候第一眼印象很重要，你喜欢什么样的？他说这能说会道的呀人呢，我们都喜欢，因为这个业务有时候需要跟人开展沟通嘛。可是呢，如果这人太能说会道了，我就得注意了。我更加喜欢那种能够察言观色时时闭嘴的人。他就讲了他招聘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就他招收这个职员的时候呢，来了这么一位，一问呢就是基本上情况一看呢都海归，什么各方面条件不错，一看呢说到哪个国家留学？俄罗斯。他作为管人力资源的人就好奇了，为什么呢？你看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留学的很多，俄罗斯绝对是个冷门，留学的冷门。这样他在了解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去俄罗斯留学呢？这应聘者话匣子打开了我是个南方人我是个南方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见过冰天雪地所以我要到俄罗斯去，我要见识到自己没见过的事情。一听他这回答，这招聘的人觉得可以这人勇于冒险呢敢于开拓新的领地，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他南方人没见过冰天雪地，就要到俄罗斯留学。没想到的是接下来这位话匣子关不住了，讲在俄罗斯我到这个彼得堡什么样，我到这个莫斯科什么样，我参观了红场，我要到哪儿品尝俄罗斯红酒。俄罗斯女孩太漂亮了，可是一过30就胖得不像样了。滔滔不绝的讲自己又如何到西伯利亚旅游，如何在森林里碰到熊，如何在蹦极的时候差点没掉下去等等，一气讲了15分钟。最后就逼得没办法了，这个应聘这位管人力资源行，就强制打断他了，就你别说了，意思是你说太多了。然后问他，那你对你现在要应聘这个岗位有什么看法？这位说不出来啥了，只是支支吾吾的说了一点片言之语的东西，然后就说希望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学习。结果可想而知，这人就没被录用。他为啥呢？他多说这段不仅没给他加分，反而给他减分了。本来你看没见过冰天雪地就到俄罗斯去旅游，这是个好印象说明你勇于开拓勇于接纳新事物嘛，这挺好的事可是后边滔滔不绝说了那么多，等真到你说对岗位理解的时候，说不出啥来了。这极容易让招聘的人认为什么？认为你在俄罗斯留学就不务正业，净玩了。你看你刚才说的有声有色了，到说到真需要有用的东西说你不行了。所以你看，如果这个人少说几句，前面就打住，就说我就是想见识俄罗斯和我家乡完全不同的东西，我想后边可能结果就是另一种结果。这就我们说展示自我的时候要学会闭嘴，千万别得意忘形的往前就走那么大一段。你这点不光是咱们普通人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也知道，不是说了不起的人物我掌握更多资源我就可以滔滔不绝不在乎，不是那个样子。你看美国有一次发生这么一件事，那是艾森豪威尔从总统任上退任之后，他本身就是参加二战的将军嘛，有人请他呢搞个演讲。这演讲呢他是最后一个，因为他腕大，武行话叫传底，前面有5位演讲者，结果这5位演讲者讲的是又臭又长，就把该讲的跟这次活动有关事全讲的面面俱到。结果等到艾森豪威尔上场的时候，这时候已经晚上将近快7点钟了。你想大家是又饿又累，就听不进去演讲。艾森豪威尔上来怎么讲呢？讲的非常有意思。他说关于我们这次活动的所有内容和细节，我前面5位演讲者已经淋漓尽致的把它讲了，这些东西合在一块就是一个精美无比的文章。那么我已经没有能力再为这个文章添加任何一个字了。这样吧，文章也需要标点符号，我就给这个文章最后画上个句号吧。谢谢大家，再见。下台。开始底下观众没反应过来，隔了一会儿雷鸣一样掌声。为啥？这话讲的太得人心了。
就跟我们开会的时候，哪个领导讲一大堆，本来是把大伙都听累了，以为散了吗？又来个领导在那啊，我现在再补充2句，你大伙气人不气人？多来气！所以艾森豪威尔就知道，在这个时候应该闭嘴。所以我们说，展示自我的时候，学会闭嘴。这我不知道你听没听明白，这个关窍挺难拿，但是是你必须要学会的。因为本来展示自我是个好机会，你别把自个儿的事给演砸了。这是第一个。我们说，展示自我的时候要学会闭嘴。第二个，评价他人的时候要学会闭嘴。就说我们对别人的评价吧，如果全是溢美之词，人家会觉得你挺虚伪。但是你要都是实话也不行。为什么呢？别人让你评价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呢是心怀坦荡，我就想虚心听听你的意见，但这样人不多。相当多的人，他让你评价他的时候是希望你说好话，他想听你赞美他，想你夸夸我，求求你夸夸我，是这个概念。所以你评价别人的时候，如果一旦你出现一些负面评价的时候，你马上要适可而止，学会闭嘴。你这一点我是有体会的。比方说我参加一些选秀节目，比方说星光大道，我在那点评选手的时候，如果他唱的确实好，我夸奖他的时候我可以多说2句。但是如果他有缺点，当然我这个人直言不讳，有缺点我既然去做评委我一定说，但是我说的时候一定要精炼，一下子点中你要害，然后就收。搁什么收呢？我开个玩笑，使个包袱，大家一乐，这事儿就过去了，避免尴尬。可有很多人呢，他掌握不了这个闭嘴的分寸。我举个例子，一个地方这个有个作家协会，为了方便作家沟通交流呢，就拉这么一个群，所有的作家都在这群里面。然后说这样，大家把自己最近写的东西散文的短一点发到群里边，然后呢大家评论，互相评论可以提高吗？你说说你的看法。结果就有那么一位呢发上自己的一篇散文，然后下边写上希望各位哥哥姐姐多批评，诚恳的批评，狠狠的批评。结果这里头就有一位看不出听来的主，他既然你让我狠狠的批评，那我就说说吧。说你这文章写的很平淡，我看完没留下印象。然后他评价完了，这作者呢回复了2字，谢谢。这时候你就应该看出来，如果他真是欢迎你批评的话，他一定会对你说的有反应，他或者解释，或者呢要跟你交流一下。就2个字谢谢，明显是敷衍。他没看出来，接下又评主题如同白开水一般，这样的主题有多人写过，再重复很难写出新意。把这几句发上去，人家回2字不耐烦了已经。他还不知道，接下来又开始发了挺长的，你这儿怎么不行，那儿怎么不行。完了结果人家没再回。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他们这是一个群吗？他俩本身也有微信了，对方把他拉黑了。你看这不就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吗？他以为你让我诚恳的批评我就批评，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评论很难干呐，我就是搞评论的，我太清楚这个了。你在生活里边还有这样的事，你可能这更常见。这人交了个女朋友，跟你是哥们儿，找你啊，兄弟你看看我这对象咋样。你想想人俩交女朋友正好的时候，也没说黄没说啥，让你说不就想听2句好话吗？说兄弟你有眼光，你这朋友长得还漂亮，性格也好，绝对贤妻良母。结果你这看不出这情况，趟趟我看他不咋地，那这也不怎么地，而且你看他那眉毛眼睛长得那有可能那就有可能如何如何，说一些不好听的。你说你这哥们儿不恨死你了，甚至想哎呀你是不是你看上他，想把我俩搅黄了。你看就很多人让你去评论，其实他怀着心思就想听好话，他所谓向你征求意见，其实就让你顺着他说呢。你说你这时候评论别人的时候，你不知道闭嘴，还什么时候闭嘴啊？就你得看出他的到底是真心实意还是虚心假意。我告诉大家，绝大多数想听别人评论自己或者评论自己相关人说是想听好话，谁听了坏话都不高兴。所以我们说这时候我们讲叫评论他人要学会闭嘴。第3个什么时候要学会闭嘴呢？就是涉及到你自己这时候这状态，说我正春风得意的时候，你越是春风得意，你越要学会闭嘴。有人说这个怎么理解？我再举个例子啊，
这个同学聚会，有的多少年都没见了，现在人到中年了，愿意往一块聚，觉得这交情不错，好，那聚会咱拉个群吧，咱们这同学都在这群里。一般来说就聚会不来的，他也可能愿意加入这群里边，那不费事吗？结果就有这么一位女同学，自己在群里呢经常发什么呢？她最得意的就她女儿，她女儿很优秀，学习好，长得也漂亮，她就天天发她女儿照片，发她女儿成绩单。你一回两回行啊，时间长了你成了炫女狂魔了。人家有的那家庭孩子没你优秀的，人家不愿意看这玩意儿。结果过一段时间呢，这个女同学她的女儿考上清华大学了，咵晒一个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完了底下还来一句：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你不把那些考不好的那些孩子家长都气死了。结果这么的不断的炫耀，最后群主是他们班班长，原来班长一看大家对你都有意见，一开始他一炫耀女儿说大伙还回两句：你女儿真漂亮，你女儿真优秀，我就很羡慕你。到后来炫耀次数多，大家来气了也不回了，一直到这个录取通知书下来，他又炫耀，这班长是群主，就把他给踢出去。为什么把他踢出去呢？这班长有个儿子，这儿子调皮捣蛋，啥也考不上。你说一看你这么炫耀这个女儿，他得气成啥样，就把他给踢出去。当然这个班长气量也挺窄。然后呢，这个女同学想，你凭啥把我踢出去啊？咱俩之间也有微信呢，我问问你吧。结果一看，人已经给他删除了的。这就告诉我，春风得意的时候要特别学会闭嘴。说为什么是这样？你想想，如果你是当领导的，你跟员工，你春风得意的时候你炫耀自己，可能员工会挺羡慕你，或者说你本身你大伙都认可你，你说两句也。但问题很多时候你在春风得意炫耀自己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一帮失意的人。你记住，人在失意的时候特别脆弱敏感。我举过那例子吗？从外地回来带回些礼品给亲朋好友，谁日子过得最惨，谁混得最不如意，我要把最好的礼品第一时间给他。如果你给他的是差一点的，他肯定多心，你是送礼还不如不送。或者说你给完别人再轮到他，我人微言轻，最后再轮到我，他肯定多想。所以你越是你得意的时候，你要注意不要伤害失意的人。林黛玉在贾府的时候不就敏感吗？人家周瑞家的替王夫人往下发各种花，最后发给林黛玉，林黛玉马上就多心了啊！是不是别家姑娘挑剩的，最后给我了？因为她寄人篱下，她多心吗？所以就是我们在面对失意的人，他这时候很痛苦很脆弱的时候，你说话可千万留心。就你炫耀，你也要跟同等的，就对方条件也挺优越的，你跟他炫耀炫耀无所谓。咱人有时候吧有点小得意，有点好事真是藏不住掖不住的，这没什么。但是面对失意的人一定要学会闭嘴。你这比方说你考公务员考上了，人家考7、8年没考上，你在他面前哎呀这题出的也不难，我都答上，那把人气死吧的呀。所以一定记住这个。我说第三，春风得意的时候要学会闭嘴。最后还有一点更加重要，涉及隐私的时候要学会闭嘴。说怎么叫涉及隐私的时候学会闭嘴？有的时候啊，你知道了别人隐私，他是你的朋友，他主动告诉你，你记住，无论他说不说让你往外传不传的事儿，你都不要往外给说。为啥呢？保护朋友的隐私是你作为朋友应尽的义务。即使这个隐私露出去，那也得是要说也得是那个人自个儿说，也轮不到你说。我讲一件事，这历史上的事很有意思。这朱元璋，咱们都说朱元璋虽然是皇帝呢，当初出身很低，安徽凤阳那边要过饭，当过和尚，当过乞丐，后来又从军，反正很惨。他小时候呢都没有名字。朱元璋的名字小时候叫什么呢？就很简单，叫朱重包。他因为是8月初8那天生，还有说法呢，说他是家族大排行排行老8，但基本上8月初8生的，8月初8生的俩8嘛，朱重包。他的朋友里头呢，有个姓胡的呢是初3生的，就叫胡三儿；有个姓车的是初4生的，就叫车四儿。这胡三儿、车四儿、朱重包，这哥仨铁哥们儿。那时候天下农有心连心，穷不帮穷谁照应，都在一块混。
后来呢，这朱元璋混好了，投靠郭子兴，然后起事打败陈友谅、张士诚，废豪上尔，杜应天，坐镇南京呢，成了1368年大明的开国皇帝，混起来了。但这个朱元璋也挺念旧，说当年我那些穷哥们啥样不知道了，我现在混好了，找着他们，就把这个胡三儿跟车四儿给找来了。结果这两位见朱元璋，最后效果可不一样，一个被朱元璋给杀了，另一个做了官了。什么原因呢？这胡三儿见到朱元璋，哎呦，热泪盈眶啊！那要不是有大臣挡着，都上去我得抱抱你。哎呦，兄弟啊，八兄弟啊，当年咱们得多好啊！我看到你我都哭啊！你现在混好了，当初你记不记得咱哥仨多惨？给地主家打长工，那一没干好活啊，那地主那嘴巴子打的咱们啪啪的，跟不要钱的似的。哎呦，给我们打的，那时候咱们都受老屈辱了。你那时候也更窝囊，你体格还不如我们呢。你记不记得有一回？说到这时候，朱元璋脸色都变了。为啥？他当皇帝了，你把他当年这些隐私这些事儿不光在事都抖了出来，就好比我们这有俩同学似的，我在屋里开会，正对着我的部下布置工作呢，很威风的。这俩同学推门进来，二狗子晚上到哪儿吃去？你说你这脸怎么了？朱元璋这时候是脸上挂不住，而这个胡三儿不知道闭嘴。你记不记得那次咱们饿都不行了，从地主家偷豆子出来，那豆子生的得煮熟了啊，咱们就到那个芦花档里边偷着煮，搁那罐子煮，结果着急吃把罐子都打破了，这汤啊都洒到地上去了，然后那豆子你也顾不得脏不脏了，从地里把豆子抠出来，半生不熟就往嘴里咽，结果抠的时候顺手那地上有那个红叶草，你都给抓起来吃到嗓子里的，结果卡住了，上不去下不来。你那上面背过气去，我们哥俩一看这不行啊，抓一把青叶子塞你嘴里，来顺，你咽下去了。这时候大臣里都有憋不住要乐的，朱元璋这脸真挂不住，哪有你这么干的？给我推出去砍了，就把这胡三儿推出去给杀了。你看看这事弄的，就这种隐私你不能随便说。他现在是皇上，别说是皇上，就普通人，这时候你见的旁边有人看着，他不得要点面子呀？而且他这事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要说也得人自个儿说呀。所以这胡三儿倒了霉了，倒霉到什么上呢？芦花档里边偷吃豆子，把罐子打碎了，然后这汤都进土里了，把这豆抠出来，把红叶草带嘴里噎住了，用青叶子给顺下去，就这么个事儿。转过天召见这车四儿，还是这些事儿，车四儿也没撒谎，也说了，可是人家保护隐私保护的好，该闭嘴闭嘴，一进里就扣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看到你了，我很高兴。朱元璋也是动了点感情，这是哎呀，您这不若不是当初得蒙皇上提携，我恐怕远远没有今天呐，我可能死在乱世之中了。今天见着皇上，哎呀，宏仁浩荡，全是拍马屁的话。朱元璋也试探他，那当年咱们在一块那些事历历在目，可不是吗？你听车四怎么说这偷豆子被噎住这事儿，说当初啊，我跟随皇上随驾征战泸州府，打破了灌州城，汤元帅土遁，擒住窦将军，红孩儿当官，多亏清居士解围，方才过关。你听明白这句话吗？随皇上起驾扫荡泸州府，就芦花档里边打破灌州城，就把那罐子给打破了。汤元帅土遁，那汤都渗到地里去了。擒住窦将军，从地里把那豆抠出来吃了。红孩儿当官，那红叶草把你嗓子给噎住了。多亏清居士解围，方才过关，抓把青叶塞给顺进去了。你看你这么一说，别人也听不明白，朱元璋明白，这叫什么呢？用隐语来保护隐私吗？你说高明不高明？非常高明。结果这车刺儿封官了，得好了。所以这隐私这东西你不能随便泄露，尽管是最好的朋友，要说也得他说，也轮不到你说。有人说老梁，你说这讲故事的吧，我听着不是真事儿。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我就举例子。你要听真事儿，还有我给你讲个真事儿，这是朋友之间发生的。这个女孩呢，这个请了婚假，结婚，然后呢又回来的时候，原单位这些人说请大伙吃个饭吧，我结婚了。
单位同事来一块吃饭。吃饭的时候，这个桌上就有我同事问他：“你老公是哪儿的人呢？”这时候他答：“啊，我老公石家庄人。”结果他这话刚说完，有一个她的闺蜜跟她关系不错的，哎，不对，什么石家庄人？你不跟我说你老公是农村的吗？你说这时候得多尴尬！一个结婚让别人以为他还吹牛，当时这女孩就脸上挂不住啊，他是那个家是农村的，但是归石家庄管。你看看，这时候桌上都没人说话了，没法弄了。隔一会儿呢，有人又说：“那你看今天晚上咱吃饭，你咋不把你老公叫来呢？”她刚才那闺蜜还没记住，没等她说话，这闺蜜说话啊，那他晚上兼职挣钱的人哪有功夫陪咱们？你看看，你看看，讨厌不讨厌？兼职挣钱不能来陪，第一个说明家庭条件一般，得办病去；第二个说明也没拿这媳妇当回事，请同事呢，你看人家该干活干活去，你说让这女孩这脸往哪儿搁？所以这饭桌上这个氛围啊，就格外的尴尬。结果这女孩不愿意了，半开玩笑是对她那闺蜜说：“哎呀，是我老公还你老公，怎么你知道比我都清楚呢？”听着是句玩笑，这个玩意儿是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人都听出她不高兴了。后来她跟这闺蜜就因为这点事就弄掰了。这是她的隐私，要说也得人自个儿说，哪轮到你往上说？你说完了，她面子挂不住了。所以我说，涉及隐私的时候，一定要学会闭嘴。所以你看，咱总结这几个啊，人怎么学会闭嘴？我前面说这几点，您一定得记住了啊，他这是很有层次感。展示自我的时候要学会闭嘴，评价他人的时候要学会闭嘴，春风得意的时候要注意闭嘴，涉及隐私的时候一定要闭嘴。有时候祸从口出，往往就是隐私上出来的。所以学会闭嘴，要用你一生的功力来去控制它。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老梁啊，你说没说服力？为啥？你说别人说闭嘴行，你闭住嘴了吗？那网上我一翻5000多期你半小时的节目，你天天在嘚嘚嘚嘚一劲儿说。我告诉大家，这事儿不能拿我比，为什么呢？说话是我的职业，我要指这个安身立命，或者说指这个痛快痛快的。当然难免你话说多了，有的地方不对，有的地方伤人，而且你也一定为这个会承担一定的后果，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是职业的说话人，和您各位可不一样。哎，我说话是可以挣来钱的，您各位说话不一定挣来钱，可能还得赔钱。所以您各位一定要学会闭嘴。即使像我这样的职业说话人，我也知道闭嘴的关窍。我说个我的事儿吧，很有意思。我呢，现在糖尿病这是喝不了多少酒了，原来酒量很大。但是呢，你酒量再大，在我们东北那地方喝酒啊，难免你得有喝多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确实喝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我知道我一站起来走道就得打晃，甚至就得摔那去，就已经喝到这程度了。那么这个时候，这在酒桌上呢，还有些人要跟你说话呢，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吗？不能吱声，一定得闭嘴。谁要跟我说话呢，我就冲他笑，我不吱声。为啥呢？你不吱声一笑，谁也不知道你深浅，谁也不知道你想什么，不知道想什么，他就琢磨这人你看很冷静很什么的，他不会认为你喝多了。因为在酒桌上就这样，如果你喝多了被别人看出来，酒你都控制不住，我还能相信你啥？怎么能相信咱俩在一块能合作做点事儿呢？所以一定得控制住。这个时候我用的方式就是最简单的招，闭嘴。如果我那时候喝多了，一旦要张嘴坏了，你说老梁怎么？兄弟，我那天我跟你说多少回了，露馅了。我不吱声，我闭嘴，我冲你乐。呵呵，你以为我胸有成竹呢？你以为我胸中自有百万兵？所以我说，有的时候为什么佛教里有句话叫一默如雷，就这个意思。你不吱声，有时候比吱声要管用的多。所以海明威说，2年学说话，一辈子学闭嘴。希望大家不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在恰当的时候你就知道闭嘴，知道适可而止，那你的人生将可能由此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你身边的人呢对你的评价说你这个人呢是个有个性的人，您觉得这话是好话还是坏话呢？那可能你第一反应是这话是夸我的，为什么呢？
有个性的人呢，棱角分明，特点鲜明，容易被大家呢认可你的长处和能力，而且也有一份呢随意和洒脱啊，有个性，我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可能你要如果是一个个性不鲜明或者没什么个性的人，看到别人很有个性，你会挺羡慕。我告诉大家，羡慕归羡慕，用不着学。为什么呢？在职场里边呢，没有个性或者个性不鲜明的人，往往比那些极有个性的人混得要好得多。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人呢，自己有自己的脾气，可是社会呢，同样有各种规则跟条条框框。那么你人要融入社会，融入环境，你是用个性打破条条框框和各种各样规则挑战好呢，还是适应这些规则，不让自己的个性彰显，更容易融入这个社会呢？毫无疑问，后一种相对比较方便。所以我说的这可能有的观众说，老梁你那不对呀，那没有个性的人恐怕他也没什么特长啊，也不受人重视，也不容易被重用啊。你说这不见得对吧？我告诉大家，你被不被发现，被不被马上重用，它并不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因为人这一辈子，你早几年被重用，晚几年被重用，差别并不大。但是你被人重用之后，你的表现能延续多长时间，能不能持续的步步高，这个才真正的重要。我是从这个意义上告诉大家，在职场里边，没有个性的人比有个性的人发展的更好。我下面就给大伙一点点分析，一层一层咱扒开看，为什么说这个有个性反而有时候是个很大的障碍。面对当今职场的激烈竞争，人与人之间的个性更是形形色色，如何在众人之中与众不同，这其中也不乏特立独行之事。然而这种个性一旦把握不当，就会变成棱角，而棱角越突出，也越容易遭到对方的打击。甚至棱角也是融入新环境、步入新团队格格不入的绊脚石。即便鲜明的棱角带来了出众的能力，却也助长了脾气的说风就是雨。最终的结局非但不能得到领导的信任，反而一直被领导敬而远之。每个人都想着去做个不甘平凡的人，然而却矫枉过正的越特殊越不得志。这份个性究竟又该如何拿捏？本期良知警醒有棱角的你，别让个性毁一生。首先一点呢，咱们得说有个性的人呢，他就有棱角。你注意，有棱角的人，他极容易被对方抓住棱角打击。咱都知道，比方说这个老虎想吃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像乌龟壳似的很圆，老虎都没地方下嘴。所以这个没个性的人就好比像这个乌龟壳一样，你没有地方去攻击他。可是有个性的不一样，他有突出的地方，极容易被对方抓住进行打击。所以有个性的人容易被打击，而没什么个性的人呢，反而能规避很多风险。这个道理就跟道德经老子曾经讲过那么一句话，说人身体上你看什么东西最坚固啊？牙最坚固。什么东西最软呢？你这舌头软。可是人到岁数大，牙掉没了，舌头还在。这就我们历史常说那句话，刚不可久，柔不可守，就这么个道理。你看这样在历史上有无数个有个性的人，往往都不得善终。你说项羽有没有个性？有个性。吕布有没有个性？有个性。周瑜有没有个性？有个性，不得善终。而相反，一些没什么个性很圆融的人，他最终还真就获得成功了。我们举个例子吧，三国里边诸葛亮干过几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没费他什么太大劲儿，气死周瑜，骂死王朗，羞死曹真。这诸葛亮为什么不仗着屈人之兵呢？他对付这几个人呢，都是洞悉了他的个性，利用他个性的弱点，各个击破，打心理战就把人弄死了。你看周瑜打完仗之后，诸葛亮在船上士兵喊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他抓住了周瑜心高气傲，恃才傲物，就觉得我太了不起了，怎么能接受赔了夫人又折兵呢？在船上当时周瑜气的就吐血了，
回到巴丘没多长时间就死了。开船！后唐妙计安天下，没有夫人又得病。后唐妙计安天下，没有夫人又得病。后来大伙都知道诸葛亮骂死王朗，他有什么先天？王朗恃才傲物，也是那眼界高的吓人，说跟诸葛亮不用打，你带我2军阵前，凭老夫我3寸不烂之舌，2行伶俐之齿，定要说服那诸葛村夫降我曹魏。诸葛亮就知道他夸下海口，一定是那就骄傲的自信心爆棚，所以诸葛亮就集中在2军阵前，我就打击你的自信心。意思你牛什么呀？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那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你帮着他，你2军阵前劝我投降，你祖上也是汉禄啊，也是这个汉朝用俸禄养活你全家，你怎么到今天不帮着汉朝，反而帮助这个乱臣贼子？你还要脸不要脸了？你个王朗啊，好手匹夫，苍然老贼，你个不要脸的！一下子直击王朗内心最觉得尊贵的一块，一下把王朗气得从马上掉下来，气死了。好手匹夫，苍然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24代先帝？我二臣贼子，你枉活其实有6，一身胃里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王司徒，他后来羞死曹真也是如出一辙，当然这个技术含量就很高，就是他怎么摸清楚曹真的个性。这个曹真呢，作为曹魏的大都督啊，能力很强。他不姓曹，他原来姓秦，他叫秦真，不叫曹真。因为他爸爸秦绍呢，当年呢，曹操跟袁术打仗的时候啊，这个曹操落了单了，袁术派人就围曹操，眼看曹操命就不保了。这时候呢，秦绍呢把曹操的头盔拿过来戴自个儿脑袋顶上，就等于替曹操啊，等于挡了危险，甚至搭上自个儿的命。曹操很感动，就把他的儿子收养过来，把这个秦真呢改名为曹真，你就算我儿子了。后来一直重用他，以至于曹丕当了皇帝之后呢，那就把这个曹真当成兄弟。后来这个曹睿当了皇帝，真就拿曹真当亲叔叔，把重要的事都交给他。当然他也勇武过人，有能力，这样成了3军大都督。后来诸葛亮呢，太和2年北伐的时候，拿下了这个天水啊、安定啊这几个地方，眼看胜利在望。这时候曹真出马，他命令大将张合打街亭，这就历史上有名的那段失街亭嘛，把马谡杀了大败，然后又组织人呢阻击了赵云、邓芝的反扑，弄得诸葛亮进也不能退也不能，只有往后撤。他趁机把丢失这些地盘都收来了。就这一仗他跟诸葛亮交手，他是大获全胜的。他知道诸葛亮下次来打呢可能换一种套路，可有可能打陈仓，他就派手底下人在陈仓这儿加固防御工事，然后把这个粮草都运足了。果然第2年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先打陈仓，一看他有准备，诸葛亮没办法只得退兵。也说曹真在头2次跟诸葛亮交手过程当中他都赢了，所以这一赢呢，曹真就骄傲的不得了。而这个时候诸葛亮通过各种各样渠道了解曹真的个性是什么，说这个人呢太有个性，骄傲自大，对自己的能力那是绝对自信的。所以诸葛亮一看这样就知道，想打击这样的人，他找到了恰当的方法。等后来在北伐的时候，曹真跟司马懿2路夹击跟诸葛亮打仗，正赶上天降暴雨，诸葛亮就闭门不出。这时候呢，诸葛亮故意用骄兵之计，让下边这个当兵的也懒懒散散的，提不起精神来。曹真一看，觉得诸葛亮好像这仗要打不起来了，打不起来，这连天在这下雨，咱在这遭什么罪呀？粮草供给是问题，
干脆撤兵吧，看诸葛亮也要撤，咱们也撤吧。司马懿劝说大都督不可呀，你撤归撤，一定得是整饬有序。为什么呢？我怀疑这诸葛亮啊骄兵之计，他故意装出这个样子。你可别撤兵的时候啊，你懒懒散散的往回走，诸葛亮一旦要在后头追，你就要倒霉了。曹真没听，诸葛村夫不会有那么深韬略。结果果然他退兵的时候呢，诸葛亮派大兵掩杀，把曹真杀得大败，那可以说粮草盔甲丢的不计其数。而这个时候曹真正窝火呢，一场大病，病还没好的时候呢，诸葛亮打发人给曹真送封信。其实这就跟两军阵前呢骂王朗的招数一样，信里写什么呢？说你个曹真呐，你也是帮着这些汉贼，这不说，那曹丕是篡位的人呢，你怎么能帮他呢？你还觉得你了不起？你能耐再高你都没用，你人性完蛋了，太差了。再说你能耐哪儿高啊？你说你这仗让你打的，你打不过来，退兵的时候还不懂用兵之法，那退兵哪能那么退呀？呼啦啦就乌合之众就往后就跑，那还你不挨打谁挨打？就别说我了，换个啥也不是人都能把你弄够呛。现在老百姓都传了，说司马懿一听着我诸葛亮仨字吓得腿都哆嗦，你一听着我这仨字你吓得望风而逃，你算个什么玩意儿，还大都督？哎，曹真一看这封信，气的都不行不行的了，到后来活生生病也没好，给气出来。诸葛亮信中嘲笑曹真是无学之辈，不会用兵，连遭惨败，有何薄面去见关中父老？有何面目再入相府厅堂？曹真看后怒气填胸，当晚死于军中。诸葛村夫，那这什么道理呢？就诸葛亮抓住这些人的个性，因为你个性鲜明，我攻击你就容易。当然了，强中自有强中手，这诸葛亮也是个有个性的人，他最后被司马懿给磨死了。司马懿也是抓住他个性鲜明的特点，他不讥讽司马懿闭门不出吗？哎，你不应战，打发手底下人诸葛亮给司马懿啊送去一个箱子，打开这箱里看是一套女人的衣服，这讥笑你司马懿如同女人一样胆怯，不敢出战。你看司马懿，这要一般人受不了啊！两军阵前斗就这口气吗？司马懿看到这衣服，他也生气，但是很快把自己个性压住，显得滴水不漏，乐了。孔明先生是错拿我当女人了吧？他不知道我是个男的。哎，不知者不怪。你看，自嘲方式轻描淡写的盖过去。不仅这样，他跟来的使臣打听，说诸葛先生一天都干嘛呀？啊？什么事他管呢？饭量怎么样？就问这些细碎事。然后来这使者就说我家丞相啊，食少事繁，就说这个吃的东西很少，但是呢干的事挺多，凡是打20军棍以上的事他都得亲自过问。这使者走了，司马懿高兴，嘿嘿，你诸葛亮那小体格这么干，早晚活不长。果然使臣回去，诸葛亮问怎么回事，又一时一说，诸葛亮说：“哎，司马懿懂我呀，就说司马懿对他太了解了。”之后果然在五丈原活生生，司马懿用这种拖延战术把诸葛亮给拖死了。这一比就看出司马懿为什么他厉害，他就是一个没有个性或者能够隐藏个性的人。当年司马懿曹操把他劝出山，但曹操时刻防着他，不想找机会把他弄死。为什么？曹操有个近乎迷信的观点，说司马仲达应是狼共，久必成大患，容易干预我家里事儿。说什么应是狼共？说司马懿看人呐，两个眼睛跟鹰一样盯着，你想被老鹰盯一眼，你滋味不好受。狼共是什么呢？说这狼往前跑的时候啊，他要观察后头的情况，只需要脑袋往后扭转，脖子肩膀都不动，还能接着往前跑。说有鹰视狼顾之相的人都狠，所以曹操想把他弄死。但是呢，司马懿毫无破绽，行事又低调，
没有破绽，我也没有个性让你攻击。而且他抓住曹丕，曹丕关键时候就到自己爸爸那儿给这司马懿说好话，所以司马懿生生是把这些人都熬死了，他出头了。就说司马懿没有个性，你看看三国那些有个性的人，谁熬得过他？最终司马懿是大功告成的人，三国归晋，正归司马氏。所以这我说，没有个性的人，你就很难抓住他的把柄来攻击他，他就往往能够脱离风险。而有个性的人极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进行攻击。这是我说的，就是说没有个性的这些人更加容易隐藏自己，保安全。第二个是呢，有个性的人适应环境就难，而没有个性的人适应环境特别容易。你想一想这个道理，你就明白，就说你到一个新环境当中，你棱角突出，跟新环境原有的那些人处处碰壁，是这么样能适应环境呢，还是你迅速融入这团队，你隐藏自己的个性，跟谁都处得来？那肯定是后一种。我们会发现，越是个性鲜明的人，想融入一个新团队就越困难，而且这团队人会排斥他。他可能一开始老板的领导重用你，没几天所有的同事都诋毁你，你就干不长。你看这个，我身边有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我经常跟一些电影公司打交道，有一家电影公司呢，就是主要做宣发，就电影过来呢，我们给你负责宣传。这个宣发很重要一点呢，我们都知道设计海报设计网络宣传的那些画面。这个时候呢，这个公司老板呢，从其他的这个兄弟公司重金挖过来一个高手，这人姓丁，叫什么名我就不说了，姓丁。他设计海报，就设计画面，那感觉超好，就是艺术水准非常高，大伙儿管叫丁大神。你想都到这个级别了，可是这个人呢，个性很强，比较张狂，就认为我这个创意最好，你们别人都不行。结果有一回是什么事儿？一个新电影来要设计海报，设计海报呢，这个承包这个整个宣发的这个部门呢，就过来找他说：“你帮我们设计个海报，我说一下我的创意。”还没等说一半呢，这丁大神说：“你行，你那创意太垃圾，不行，肯定不行。”他把人给说了个啥也不是，把人骂了狗血喷头。他说：“那我这不行，大神，你的创意跟我们说说。我创意设计出你看就完了，我还需要事先向你汇报吗？”你说这话多噎人，活是人家活，你给人干活，咱都知道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他不管这个。结果最后反正人家认为他能力也高，让着点吧。设计出去之后呢，人觉得有些地方呢跟原来这个电影主要宣传的这个理念不是太吻合，得有地方做修改，就找他修改。他来啥？我做的东西不需要修改，如果你让我修改，你找别人干去。哎呀，把人家给气的。你想呀，你这样跟着同事合作，谁能愿意跟你合作呀？你个性太强了，你处处都可着你来，自己怎么痛快怎么来，怎么可以呢？到后来这个部门就说跟公司其他部门讲，咱有事可轻易别找他，受不了你跟他合作他坏你事儿。时间一长，这些同事都抵触这丁大神，有活也不找他。那你做设计的人是靠绩效的，就是我多干活多挣钱，你要少干活就挣不着钱。在这公司待了半年，谁不找他干活？最后他没招，自己善不搭自个儿走了。就你看这样的人，他想融入环境非常难。有的人说，那有个性的人，我真有才华，我不在乎。有人举例子说，你看王菲，王菲当年那多有个性，照理说跟媒体搞好关系，那你这对这个唱歌的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你看王菲一开发布会，要么往死了怼记者，要么对记者提问的不理不睬的，很冰冷。我告诉大家，你不要以为这是王菲不在乎这个，这恰恰是他的一种办法。因为他当时呢，他为打开市场，他必须确立自己的特点，让大家宣传。他这种高冷，咱不敢说他一定是装出来的，但是绝对有市场化的东西。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比方说有个孩子，大伙说这孩子才傻呀，说怎么傻呀？你在他面前扔一张50的，扔一张100的，让他捡，他就捡50的，不捡100。你说是不是傻？是吗？我也去看看去。拿一张50，那张100扔着，来孩子，你要哪张？这小孩把50捡走。说这孩子你可真傻，你咋不捡那100的呢？你知道这孩子说句什么话？我要捡100的，还有第二人给我扔这钱吗？我连50都捡不着。你看，所谓的这种东西，其实恰恰是吸引你注意。王菲原来对待媒体的态度，在我看，就和这个捡50块钱的孩子没区别，那是高明的炒作。
但现在呢，他在行里地位已经很不错了。你再看他怎么处理自己的个性呢？非常典型。前一段时间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幻乐之城》，有不少朋友看了，说你像这个王菲跟平常那个完全不一样了。说怎么不一样呢？你看在这里边见到自己大女儿窦靖童表现得好，哎呦乐的都不行了。然后给自己小女儿去要偶像的签名啊，也是很谦卑。说这个王菲跟以前我们看到那个完全不一样了。说处处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啊，就跟普通的这居家大妈没区别了。觉得这个是我们《幻乐之城》有史以来最点题的一个作品。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不是，我非常冷静，我也非常客观，不是因为他是谁的谁。不是我的意思。他是谁？他是谁？谁的谁？你说清楚。不是。先让我说完，我现在你说。激动了。彤彤，你觉得你妈妈是一个好的幻乐体验官吗？挺不一样的，我反正跟平时对。我没有见过他这一面。不说，连女儿都说了。这说什么问题？就他这样的一种方式，才能更好的融入到社会环境。当他的艺术在巅峰上往下走的时候，他必须有一种新的方式跟这个世界打交道，他才能更好的融进去。哪怕他不是为了功利目的，他就为了自己活得好，他怼这个怼那个也没有好处。个性太鲜明，对他融入社会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我们看到像他这样融入环境，使很多的这个人呢，本来原来是路人，转成了他的粉丝。那么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来，我说的第二点，没有个性的人或者收敛自己个性的人，他会更好的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而个性特强的人是极难适应新的环境。那么前面我说这两点，一个是避免自己受攻击，一个是更好融入环境，还有第三点特别重要，就是在一个团队当中，往往没有个性的人容易被重用，容易得到信任，而有个性的人不容易被重用，不容易得到信任。你说老赖，你说这不对，有个性的人更容易被重用。你听我慢慢说。首先一个呢，我们说这种没有个性的人，他性格温和，容易获得领导的信任。咱们拿《西游记》举例子，唐僧这个团队里边，孙悟空呢智商高情商低，好惹事不服管，唐僧很头疼。猪八戒呢情商挺高，智商不高，有时候小心眼太多，关键时候坏事懒惰。跟这两个一比呢，沙僧沙和尚他情商智商都差不多，都在线，而且性格非常温和稳定，所以唐僧有什么事呢愿意信任他。而对于猪八戒跟孙悟空这样个性非常明显的，唐僧反而不信任。你看孙悟空3打白骨精，把白骨精转化成那仨人他都给弄死了。这时候唐僧就要撵孙悟空走，犹豫不定的时候征求猪八戒意见，猪八戒这时候使绊了，哎呀孙猴就怎么害你呢，如何，借机会报复。再问沙僧，沙僧不是说大师兄绝对是为咱们好，他是火眼金睛，不会看错的。所以他每次一劝唐僧，唐僧多少收敛一点，就收留孙悟空。所以从这个环节你就发现沙僧的意见对唐僧很重要。为什么一有事唐僧愿意征求他意见？就是沙僧比较温和，这个人他呢个性不明显，但是正因为这样，他跟所有人都能打成一片，极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你有的时候获得同事的信任，也等于获得领导的信任。唐僧作为领导就信任这样性格的人，所以就说你的性格温和，你容易获得更多的机会。为什么？领导容易信任你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看出单位里边领导最信任这个人，绝对不是最有能力的人，往往是这个单位里边呢比较温和，这种合作精神非常强的人啊。就这种温和意味着什么？他跟所有人都能合作，领导往往信任这样的人，有事容易问他们。所以在一个单位，领导最信任的人绝不是最有个性的人，所以性格温和容易获得信任。还有第二点也很重要，除了这个性格温和容易获得信任以外，还有一点，这个没有个性的人呢，他的情绪稳定，容易在别人在信用的基础上对他产生信赖感，长期的用他。而相反，特别有个性的人，他情绪不稳定，就我们说的猫一天狗一天，那么领导很难把大事交给你，因为怕你坏事。就你好的时候怎么都行，你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那这样的
在职场当中是非常常见的。我接触过一个广告公司，这广告公司呢接拍了一个明星的代言广告。那么呢，为了能把这个设计好了呢，因为它包括平面代言和这个视频代言，这样这家广告公司从外边请来一个拍视频的水平比较高的这样的技师。这技师确实就对视频各个环节把握的比较准，但是问题呢，这客户要求也是多变的，所以这广告公司呢要经常的开会，根据客户的要求不断的调整拍视频的。你比方说这个在什么地方拍啊，多少个环节啊，镜头怎么办呢，色度饱和度这些都需要随时调整。那么一开始呢，开会的时候呢，这位高水平的技师还来，到后来就不怎么愿意来了。意思说我们这些出创意干活的，你就弄好了，我直接给你弄就完了，你总折腾我们干嘛呀？本来这老板呢是把他叫过来呢，是想这单生意做完之后呢，把他留在公司，就给你挖过来。结果到后来一开会根本不来，有的时候呢一打他手机关机，微信也不回。为啥？这个技师特别有个性他水平也高，所以他的饮食起居方式跟一般人也不一样。你可能你这研究事他正睡觉呢，等你睡着了他精神了，但他跟普通人不一样，所以这样始终跟团队不合拍。结果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呢，这公司也挣着钱了，这老板想来想去没留他。在这个之前跟这人谈了一次话，结果这技师说一句什么呢？说哎呀，我们这行呢主要靠灵感，你不能总折腾我们就是你让我像一般员工那样天天上班干嘛的，我也受不了。所以以后有这事儿最好你就直接告诉我怎么地，我就不来了，不来开会了。老板当时表面听了没啥事，心里边可翻江倒海，说这样的员工到我这儿来，他不服你管呐，你还得顺着他来呀。那一旦我们要打集体仗的时候，你这样人不坏事吗？你能力再高，你不可能取代整个团队吧？所以后来这老板索性拉倒，你这样我就用一回，或者以后临时有活再找你，你想进我公司没门，我可不能留你，你到这一条臭鱼腥鱼锅汤，容易成为害群之马。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第二层意思，你的情绪不稳定，你过于纵容自己的个性，你很难服从整个团体的安排。所以一旦有打这种大仗硬仗的时候，你容易坏事。所以领导在这个时候一般来说不会信任你，不会把重要的活交给你。所以我说，这种没有个性的人和有个性人比，没有个性的人首先一点，性格温和，容易获得别人信任，情绪稳定，容易获得领导对他的重任。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说很多人认为有个性的人更容易被领导重视很快就露出尖来了。可是他露出那尖露到那儿，下次领导给不给他机会再露尖就难说了。而这种没有个性的人呢，一旦他把这尖露出来，他就会持续的在这个位置上发挥作用，给自己获得职场非常亮丽的一片天空。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伙说的，没个性和有个性它区别之所在。大家永远记住，在职场当中，没有个性比有个性要好。就我们前面提到几个，没有个性，别人想攻击你抓不着什么把柄；没有个性，你更加容易和快速的适应一个新环境；没有个性，你容易获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和重用。所以我说，对于有个性的人来讲，你要考虑，不是说谁不可能世上有完全没有个性的人，就是有把个性如何隐藏这方面的技巧。就有个性的人，你要想融入一个团队，进入到职场当中，你就要适当的收敛自己的个性，要圆融一点。即使我们把这些都抛开，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在任何的一个单位里边，往往个性不明显、面目模糊的人极容易当上领导，而特别有个性的人基本上当不上领导，当不上老板。你看几乎所有单位都是这样，官场也是如此，职场也是如此，越是面目模糊越容易当大领导。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个性的人都当领导，那有个性的人呢，你就当员工去吧。你是愿意当领导还是愿意当员工呢？我想大家心里不难有这么一杆秤。所以我说，在有个性和没个性之间，希望各位从职场的角度去平衡。当然你不想进入职场，我有的是钱，我无所谓，或者我就压根没有这方面打算，那你就纵容自己的个性，让自己活得舒坦点。如果你真正想进入职场有一番作为，那最好还是尽可能的收敛一下自己锋芒毕露的个性。好，感谢您收看这期良知，我们下期节目